我是提问者小狐狸。大家好，我是卡尔刷刷。这个系列希望通过这种模拟对话的方式，将专业内容嚼碎了分享给大家。演的不像，多多体谅。角色扮演仅为了更轻松的表达形式哦，绝对没有认为我可以代言荣格的意思。有些例子和解读是我自己根据情境方便理解添加的，大家感兴趣一定要参考原著。我开始啦。人格 personality 在你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格在我这里主要区分个体和集体。讲的抽象点，人格是人灵魂在世界的写照。当然，这里的灵魂是一个概念，突出的是一个人里面最深的东西。那讲的通俗一点，人格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的个体性 individuality，也就是一个人在根源处不同于他人的品质或特征。但是很多我们以为非常个人化的品质或特征，就像你比别人更活泼，他比你更爱思考之类的，这些可能只是你能意识到的自己，是你意识层面的人格，充其量只是你在社会集体的影响下所形成复杂人格的一部分。而先天就在你里面，没有经过集体影响的真正属于你个体的人格，需要经过一个叫做自信化的过程，才能逐渐被挖掘出来，把它从你的无意识中带入到意识中。所以真正的人格是先天的吗？后天无法改变自己的人格吗？这么说吧，我认为人格中有先天的根深蒂固的部分，也就是个体的部分。这从小婴儿展现出的个体差异间就可以看到，他们尚未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是已经可以体现出明显的认知态度上的差异，哪怕是同样一个母亲的两个婴儿也是如此。这不意味着人格无法变化，因为完整的人格是个体与集体的结合，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人格中有先天的部分，我们可以借着自我发展和整合，更好地理解和面对这些先天的部分，甚至做出突破。但是这些我不会称它叫做先天的部分被改变了，而是在这种先天的内在结构的基础之上，我们做出了发展，走向了成长。毕竟，光是去走近、去了解自己这部分先天的内在结构，就已经是非常宏大的愿景、宏大的旅程了。而如果你还没有把它带入到你的意识中，你都意识不到它，那它是否发生了变化，你也无从得知呀。那有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地方展现出的样子非常的不一样，这有可能说明人格中先天的部分发生变化了吗？他们都变得如此不同了。你说的这个，我有个例子特别提到过就如果一个人在外面非常的冷酷、强硬、充满能量，但是回到家里却变得很顺从、很听话、很柔和，如果这就是关于这个人的全部事实，注意是全部事实，没有漏掉东西，那么在我眼里，他没有自己真正的属于个体的人格，因为他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集体的人，仅仅是在对外在的环境做出回应，根据环境的不同而随之变化。因为一个有自己个体人格的人无论外在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他总会忍不住露出马脚的，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经意间展露出自己个体的部分，而这部分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时期下是相对一致的，所以寻找变化中的一致性，会是接近自己个体的人格的不错的方法。你提到人需要自信化这个过程，稍微动一动。我没念错吧？你没念错，念得很好。就是它完全不动了，就跟个图片一样。那我开始了。你提到人
需要自信化这个过程探寻真正自己的人格。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了解真正的自己。是的，没错。自信化这个过程啊，有2个最主要的目的。一个呢，就是剥离自我人格的虚假包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格面具。人们很难分清楚自己的人格面具和真正的自己，因为人格面具应运社会集体而生。某种意义上，它帮助一个人更好地生存下去，更好地满足到社会集体对他的诉求。这种满足一样也可能带来积极的体验，所以单单去看自己这么做是否舒服，并不一定能够了解自己真实的倾向。另一方面啊，自信化也能够帮我们脱离原初形象对于他者的一种暗示性的力量。这个会比较复杂，粗浅的说的话，可以理解为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我们毫不怀疑的偏见比如时代很流行的颜值即是正义，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某个人的颜值而把他带入了某个美好的原初的形象原型，而这个原型和一些良好的品质挂钩，那自然的也就把这些良好的品质附加到这个具备了颜值的人身上。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思考决策的时候就受其影响，哪怕这不是事实。那你会怎么看待那些以自己是某些人格为荣，认为自己脱离了集体的低级趣味的人呢？他们这么具备个性，是说明他们自信化走得更远，更不受集体的影响吗？不是这样的，这是人们对于自信化的常见误解。我可以预期在寻找自己真实自我的道路上，势必会有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混淆。在我看来无论一个人是完全依附于集体的，还是完全独立于集体的，这都是一种病态劣质。自信化这条通往自我实现的道路，并非是追求与集体或者外界的隔离，讲得宏大一些，它真正指向的是自我接纳。而当这种自我接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个体最终将集体吸纳于自身之中，而不再被集体所裹挟。讲得通俗点，越自信化，越在自我探索的这条路上走得远，越能够找到自己与集体共处的方式，找到你不用那么扭曲自己，仍然能够在集体中实现自己价值的方法。这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意义。你之前提到自信化要剥离为了集体而生的人格面具，但是现在你又说最后人仍然要在集体里，这2个不矛盾吗？我承认里面可能有引起疑惑的地方。毫无疑问，集体和个人是对立的，你走近一个就会远离另一个。这也是我的观点中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平衡。本身一个人的人格面具其实也不完全是属于这一个人的。我对人格面具的定义是，一个人实际上不是，但是他自己乃至他人都认为他是的样子。所以在一开始，人格面具并非是一个人决定戴上的，而更像是在社会集体中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开始扮演起了某种角色。在这种处境下，要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他必然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在扮演，但这不意味着就停下扮演，彻底和集体割裂，不再响应集体的需求。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人格面具欠缺发展，也未必是个好事。他们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可能成为那些无药可救的梦想家。更好的做法是理解人格面具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但这并非是唯一的部分。在满足人格面具角色的同时，也朝着满足自己真实的需求而靠近。聊了这么多人格与自我，也给下期做点铺垫吧。可以说说你的类型学是什么，能用来干嘛的吗？当然，我从历史、文学、神话、哲学、精神病学等领域的学习和了解中，总结出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试图去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人与人之间人格的差异。根据这些不同与共性我总结出了2种心理态度、4种心理功能，结合起来就是8种心理类型。MBTI 呢，其实就离不开我核心的基础定义，但是在 MBTI 的圈子中有不少是对基础定义的误会，有一些正是我在书中写到过，很容易混淆的，下期希望可以聊到。这套类型学主要有3个目的和用途。第一，就是帮助人们可以有秩序地去理解大量的不同的个人经历，就好像在大海里的灯塔一般，当人需要自我探索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分析的框架。第二呢，是指向很多观念与理论中最根基性的差异，比如不同心理类型的作者产出的内容难免有自己心理类型的影子。第三，也就是可以帮助人认识到自己的偏见，比如心理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可以借此察觉到自己的劣势功能，并且避免在自己不自知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问题投射到病人的身上。但是我最后还是要提一句我不认为单独任何的一个心理类型足以让人正常的生活，每个人都需要所有的心理类型。谢谢。那下期我能多问问你关于8种心理类型中经常被人搞错的部分吗？对不起，再来一次吧。没问题，我们下期见。拜拜。